想过一个很现实也很无奈的问题，为什么有些人明明这辈子没做错什么事，老老实实做人，脚踏实地做事，可是最近这几年却突然感觉人生开始走下坡路？你仔细回想一下，身体好像也没生什么大病，家里也没有遭逢大变故，工作勉强也还在，可就是有一种感觉，怎么努力都不顺，赚来的钱好像长了脚一样，怎么存都留不住，明明是很努力争取的机会，最后总是轮不到自己。平时看起来人缘好像还行，大家都说你是个好人，可是到了真正关键你需要帮忙的时刻，却没有人愿意伸出手拉你一把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很多人会去庙里拜拜，会去算命，身边的人会告诉你，哎呀，你这是流年不好啦，最近八字走衰，今年犯太岁啦。这些说法对不对？对，但他们并不完整。今天我要告诉你们一句话，请你们先把它深深地记在心里。一个人的好运跟福报从来不是一下子突然坏掉的，更多的时候它是在不知不觉中被一点一点借走的。而这个借运最常发生的地方，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它不在阴森的坟地里，不在复杂的法事里，更不是被谁下了什么可怕的符咒，它恰恰就发生在你每天最习以为常的人情往来跟收受礼物里面。你们先别急着点头，也先别急着在心里反驳我。我接下来要讲的内容不是拿来吓唬人的，也不是要让你从此疑神疑鬼，觉得身边的人都要害你，更不是叫你从此斩断所有人际关系，不收礼，不做人情。佛法说慈悲喜舍，与人为善当然是好的，但是没有智慧的善良往往是消耗自己的开始。我今天讲的是很多人活了一辈子都没搞明白，却天天都在发生的事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很多身心灵出问题或者运势开始大跌的人，在出问题之前都会经历一个特定的阶段，那个阶段就是人特别好说话，别人塞个东西给你，你不好意思拒绝；别人把家里用不到的旧东西清出来给你，你觉得没关系啦，加减用，觉得大家都是熟人，都是亲戚，哪有那么多规矩跟讲究？结果呢，你的生活空间堆满了别人的东西，你的心里装满了别人倒给你的情绪。等你真正发现身心俱疲，运势不对劲的时候，那股原本保护着你的清明气场早就已经不在你身上了。你以为你收下的只是一个杯子，一件旧衣服，一个小摆件，但在佛法的眼光里，在因果能量的流动里，你收下的其实是别人生命里的一段业力与重量。今天我们不谈迷信，我们谈因果，谈能量，谈人性的界限。我要把这件天天发生在你我身边，却总是被忽略的事情，彻底给你们讲清楚。在讲具体是哪5种礼物之前，我先带大家把借运这件事的底层逻辑弄明白。在中医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气随血行，而在佛学与命理的观点里，有一句更重要的话叫做运随缘走，缘从接触起。大家注意接触这2个字，很多人以为只有2个人同吃同住，长期相处才会互相影响运势，这其实是外行话。真正懂因果、懂能量流动的人都知道，人与人之间只要发生了交换，你们之间的业力与运势就已经开始互动了。什么叫交换？不是说一定要给钱，也不是一定要白纸黑字签合约。佛法里常讲万法因缘生，万事万物都是互相牵引的。当你收了人家一样东西，你心里是不是就觉得欠了人家一个情？就在你收下，心里觉得不好意思的那一刹那，你们之间就已经有一条无形的线连上了。这条线在民间命理叫做气线，在佛学里我们称它为攀缘，或者是业力的牵引。这条线一旦连上，
就不是你想断就能随便断的。我问大家一个很实在的问题，你仔细回想一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？有时候你收下某个人礼物之后，心里总觉得毛毛的，不太舒服。不是这个礼物不好，也不是不贵重，但你就是觉得怪怪的，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。我告诉你，这绝对不是你多心，也不是你神经质，这是你身体里本能的清净气场在排斥外来不干净的能量，这叫做你本具的觉察力。但我们现代人啊，最容易犯一个错误，我们不相信自己的直觉，我们只相信面子。我们满脑子想的都是这样拒绝别人会不会不高兴，人家也是一片好心啊，大家都这么熟了，不收太难看了。结果呢，你的直觉明明在疯狂提醒你这东西不能要，你却用你那世俗的理性跟人情世故硬生生的把它压下去了。这一步就是很多人好运开始被借走，福报开始被透支的起点。我再讲一个你们一定都很熟悉的现象，有些人身边总有那么一类朋友，他们的人生看起来一直不太顺遂，工作换来换去，感情结了又离，离了又结，赚钱总差那么一口气。可是很奇怪哦，他们特别喜欢送东西，逢年过节一定有礼数，来你家绝对不空手。你心里会不会觉得，这个人虽然运气不太好，但人真的挺大方的，挺好的。你现在听到这里，心里可能会紧张，老师，那照你这么说，我以后是不是谁送我东西，我都不能收了？别急，我说过了，佛法是圆融的，我今天不是来教你断绝人情世故的。我们回到佛学里一个很深的概念，叫做心物一元。这意思是说，心念跟物质其实是分不开的。别人送给你的礼物，从来都不只是一个物品而已。这份礼物是对方当下身心状态的延伸。一个人送你东西的时候，他当下的焦虑，他的不安，他低迷的气场，都会无形地附着在这个物品上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非常科学的能量转移。运气这个东西就像是一桶水，真正伤运的从来都不是那种大风大浪，福报也不是一下子被人整桶泼光的。它就像是有人拿着一个小杯子，今天从你这舀走一点，明天从你这舀走一点，是一点一点被那些你忽略的小连结给慢慢舀走的。好，讲到这里，底层的逻辑大家应该都听懂了。我接下来要讲的这5种礼物，绝对不是你脑袋里想的那种阴森森的东西，不是什么奇怪的符咒，也不是什么一看就觉得不吉利的老古董。恰恰相反，这5种东西都是你们日常生活中最容易收、最不好意思拒绝、最容易觉得这有什么关系的东西。而且我要特别提醒，这5种里面有2种是很多台湾家庭、很多长辈活了一辈子都在收的。准备好要检视自己的生活了吗？真正会借走你好运的礼物，通常不会长得面目可憎，它们往往具备3个特点。第一，看起来很合理；第二，让你觉得很难拒绝；第三，你收下的时候还会自己在心里找理由安慰自己。只要这3个条件同时出现，你在心里就要拉起警报了。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来看。第一种，杀伤力最大却最容易被忽略的，别人转赠的二手旧物。注意，我说的是别人用过闲置的旧物。台湾人常常开玩笑说是恩典牌，像是穿过的衣服、包包、睡过的枕头被子、戴过的佛珠手串，甚至是旧沙发、旧床垫。你一定会想，老师，这不就是节俭吗？爱惜物命是好事啊，佛法确实教我们要惜福，但你要懂得分辨，物品是会记忆能量的。如果今天送你东西的这个人，他最近几年明显很不顺，身体出状况，情绪常常低落，他的气场是下沉的，是停滞的。这种停滞的气最容易附着在他贴身、
长期使用的旧物上。当你把这个东西收下来，搬进你家，在法界，在能量场上，你等于在宣告一句话：你过去的低迷跟业力，我来帮你接手了。家是我们养老、养福报的清净道场，不是业力的资源回收站。你收下别人带有浊气的旧物，就是在稀释你原本清净的家运。我见过太多人收了亲戚的旧床垫、旧家具，一开始觉得省了钱，半年后家里开始莫名其妙吵架、破财。这不是心理作用，这是气场被拖住了。第二种，带着情绪重量的礼物，这类礼物外表最正常，但你要仔细听对方送礼时说的话。如果他说：哎，我现在只能靠你了，这东西你不收，我心里过不去，我也不知道还能找谁，你收下我才安心。各位朋友，听出端倪了吗？他这不是在送礼，他是在托付。托付什么？托付他的焦虑，他的压力，他的无力感。这在佛法里叫做把他自己的烦恼障打包丢给你。你一旦心软收下了，潜意识里就等于签了一份契约，好，我替你扛一部分。所以很多人收了这种礼物之后，会觉得最近特别累，心神不宁，老是卷入别人的麻烦里。你的精神被消耗了，运势当然就起不来了。第三种，成双成对，但你根本用不上的东西，比如别人送一对杯子、一对摆件，在因果缘起里，成双成对的东西本身就是为了连结关系而存在的。如果你刚好需要，那没问题，但如果你根本用不上，只是因为不好意思而收下，把它塞在柜子深处，这等于是这段关系的连结被悬在半空中，不生不灭。这最容易干扰什么？干扰你的感情跟人际关系。你会发现身边开始出现一些牵扯不清的人，有人开始对你有不切实际的期待，或者频繁来找你倒垃圾。你以为自己人缘变好了，其实是无形的牵绊变多了，牵绊一多，福报就散了。第四种，明显超出你们关系层级的贵重礼物，你们只是点头之交，普通同事，他却送你非常昂贵的礼物，还笑着说：没多少钱啦，你值得。别想太多，千万不要被这句话骗了。真正的问题不在价格，而在位置。人与人之间是有能量天平的，他送你重礼，其实是在垫高他自己。他站在给予者的高位，把你强压在亏欠者的低位。从那一刻起，你们的关系就不平等了。你的心里一旦有了亏欠，你的般若智慧，你的判断力就会被蒙蔽。在关键时刻，你就会不自觉地让步、妥协，甚至犯下低级错误。你的好运就这样被他牵着鼻子走了。第五种，号称能替你挡煞转运的物件，这是我要特别提醒大家的，也是最容易被误会的。长辈或亲友常常会说，向亲戚去某某大庙求来的平安符，或者朋友说去算命特别帮你拿的转运水晶。听到长辈说这能帮你挡煞，替你过运，很多人会觉得好感动。但我必须说一句实话，个人的因果，个人担，神通永远不敌业力。真正有智慧的人会指引你怎么修心，但不会随便说要替你扛。一旦有人送你这种号称能挡煞的东西，其实是把你们两个人的气场强行绑在一起。你以为他在帮你挡灾，实际上你戴上的那一刻，你就不再是独立的个体，你要跟他共业了。万一对方本身的运势很低迷，他是想透过这个物件找一个能量的出口，那你就是那个无辜的替罪羊。这5种礼物讲完了，听到这里，你是不是已经在心里偷偷对号入座了？先别自责，也别急着生气。你发现了吗？里面没有一件是可怕的邪物，全都是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人用最善良的面貌送出来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很多人不是不善良，而是没有智慧的善良。
最后反倒伤了自己。我知道很多台湾的乡亲长辈听完心里会有一点拉扯，会觉得老师，可是人家真的是好意啊，大家都是亲戚朋友，我拒绝了，是不是很不慈悲，很不会做人？为了让大家彻底放下这个心结，今天我特别带来了3个非常经典的佛学小故事。这3个故事就像是3面镜子，能把你生活里那些看不清的人情世故照得清清楚楚。第一个故事，国王的白象。在古印度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寓言，在当时白象是非常神圣、非常珍贵的动物，只有国王才有资格拥有。有一位国王，他身边有一个大臣，这个大臣平时做事有些跋扈，国王心里很不喜欢他，但又找不到正当的理由拔除他的官职。于是国王想了一个办法，有一天，国王当着所有文武百官的面，赏赐了一头无比珍贵的神圣白象给这位大臣。这位大臣受宠若惊啊，他觉得这是莫大的荣耀，满心欢喜地把白象牵回家。可是噩梦才刚刚开始，这头白象是国王御赐的，不能打，不能骂，更不能让他去干粗活。而且白象吃的非常多，必须用最顶级的粮食来供养，住的地方也要特别宽敞，特别干净，甚至还要请专人来伺候他洗澡。大臣为了养这头白象，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，变卖了田产。他每天提心吊胆，生怕白象生病了会被国王降罪。不到2年的时间，这个原本富裕的大臣就这样硬生生地被一头白象给拖垮了，最后倾家荡产，郁郁而终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听懂这个故事了吗？这头白象就是我们生活里经常会遇到的超出你关系层级的贵重礼物。有些人明明跟你交情不深，却突然送你一个名牌包，一套昂贵的茶具，或者在工作上给你一个看似极大却难以消化的问题好处。你收下的当下，是不是就像那个大臣一样，觉得受宠若惊，觉得自己被看中了？但事实上，在因果能量的天平上，这个贵重物品背后标示着极高的维护成本，这个成本叫做人情债。为了还这个人情，你在他面前再也抬不起头，你做事开始顾忌他的脸色，甚至当他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时，你连拒绝的勇气都没有。你的气场完全被他压制住了。你以为你赚到了一个昂贵的礼物，其实你是用你未来的福报和选择权去养了一头会吸干你运气的白象。记住，免费的往往是最贵的，接不住的重礼就是灾难的开始。第二个故事，老和尚的背篓。有一座深山里的寺庙，住着一位充满智慧的老和尚跟一个小沙弥。这个小沙弥人特别好，总是笑眯眯的。山下的村民只要家里有什么不用的旧东西，都会拿来塞给小沙弥。村民心里有委屈，夫妻吵架也总是跑来找小沙弥大吐苦水。小沙弥觉得自己是在行菩萨道，所以来者不拒，通通收下，通通倾听。可是渐渐地，小沙弥发现自己越来越累，每天晚上睡不好，打坐也无法专心，整个人失去了往日的神采。他很痛苦地跑去问老和尚：师父，我明明都在做好事，为什么我却觉得心里像压了一座大山，喘不过气来？老和尚没有回答，只是递给他一个空背篓，叫他背在身上。老和尚说：从今天起，只要有人硬塞给你一个你不需要的旧东西，或者有人对你抱怨倒苦水一次，你就从地上捡一块石头放进背篓里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拿下来。小沙弥照做了。第1天、第2天，他觉得还行。到了第5天，背篓里装满了石头，小沙弥连腰都挺不直了，每走一步都痛苦万分。他哀求老和尚：师父，我真的背不动了，这太重了。老和尚慈悲地看着他，只说了3个字：放下吧。
当小沙弥把背篓卸下的那一刻，他瞬间觉得全身轻松，恍然大悟。我们很多人活得就像这个小沙弥一样，亲戚清出来的旧衣服，朋友用不到的旧家电，你不好意思拒绝，就往家里堆。同事无休止的抱怨，闺蜜的感情垃圾，你觉得拒绝了伤感情，就往心里装。那些别人用过的旧东西，沾染了别人的停滞之气，那些倒给你的苦水，带着浓浓的负能量。每一次你勉强自己收下，就是在你的灵魂深处放进了一块沉重的石头。佛法教我们要慈悲，但真正的慈悲是悲智双运，是带有智慧的。一个连自己都快被石头压垮的人，拿什么去度化别人？所以当你觉得最近运气很背，做什么都提不起劲的时候，不要怀疑，请你立刻看看你的背篓，把你家里那些不属于你的旧物清出去，把那些消耗你心神的人际关系暂时隔离起来，允许自己放下。这不是自私，这是你对自己生命最大的慈悲。第三个故事，目犍连尊者的钵。我们都知道佛陀的身边有10大弟子，其中有一位叫做目犍连尊者，他被称为神通第一，法力无边。当时有一个残暴的国王叫做琉璃王，他带着大军准备要去屠杀佛陀的族人，也就是释迦族。佛陀虽然曾经3次坐在大军必经的路上，试图阻止这场战争，但佛陀知道这是释迦族过去生中造下的庞大共业，果报已经成熟，连佛陀也无法改变。可是目犍连尊者不忍心啊，他觉得自己神通广大，一定能救人。于是他运用强大的法力，从释迦族里挑选了500个最优秀的人，把他们装进自己的紫金钵里面，然后升到天上，心想这样总能替他们挡下这场灾劫了吧。等到地上的屠杀结束后，琉璃王退兵了，目犍连尊者满心欢喜地把紫金钵打开，准备把这500个人放出来。结果钵一打开，尊者当场愣住了，里面根本没有人，那500个人全部已经化成了一滩血水。佛陀看着悲痛万分的目犍连，轻轻地告诉他，神通永远不敌业力，个人的因果只能个人去担。各位朋友，为什么我要把这个公案放在这里讲？因为这完美对应了那些亲友塞给你，号称可以替你挡煞、帮你过运的物件。很多人收到这种东西，心里会觉得很温暖，觉得有人在保护自己。但是你仔细想想，连法力无边的目犍连尊者，连佛陀本人都没有办法去替别人挡煞，去改变别人的定业。这世间上又有哪一个普通的凡人，或者哪一个普通的物件能够真正替你扛下你的因果呢？如果有人送你这种东西，只有2种可能。第一，他对因果法则一无所知；第二，他自己的气场已经乱了，他试图透过这个物件把你们的运势强行绑在一起。在佛法里，这叫做强行介入共业。你一旦带上了，收下了，你就不再是一个人在走你自己的运势，你要开始分担别人的业力牵引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收了这类挡煞物之后，不但没有逢凶化吉，反而开始生小病、出意外，家里鸡犬不宁。讲完这3个故事，大家的心里是不是豁然开朗了？国王的白象告诉我们，不要贪求不属于自己层级的缘分。老和尚的背篓告诉我们，及时放下不属于自己的情绪与旧物。目犍连尊者的钵告诉我们，个人的因果自己担，不要妄想别人能替你扛，也不要随便去扛别人的。这才是真正的修行，这才是永远保护你不被借运的最强法门。听到这里，大家心里一定还有个疑问，老师，那为什么有些人天天收礼，到处做人情，他的运势却越来越旺，
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其实问题从来都不在礼物本身，而是在于你收下它时，你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。在佛教的经典《杂阿含经》里面，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历史公案。2000多年前，有一位婆罗门因为对佛陀非常不满，气冲冲地跑到佛陀面前，指着佛陀的鼻子，劈头就是一顿恶毒的辱骂。他骂得很难听，但是佛陀呢？佛陀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，面带微笑，一句话也不回，完全没有被激怒。这个婆罗门骂到最后，自己都觉得无趣了，也累了。这时候，佛陀才轻轻地问了他一个问题：年轻人啊，如果今天你带了一份礼物去拜访朋友，但是你的朋友拒绝收下这份礼物，请问这份礼物最后会属于谁？婆罗门愣了一下，理所当然地说：他如果不要，这礼物当然还是我的啊，我就自己带回家喽。佛陀笑着点点头，说：没错，你今天带来了这么多愤怒跟辱骂的礼物，但我决定不收，所以这些恶业跟烦恼，请你自己带回家吧。大家听懂这个公案的智慧了吗？不管别人丢过来的是恶言恶语，还是带有情绪重量的旧物，甚至是不怀好意的贵重礼物，只要你心里不接，这条因缘线就连不上，对方的业力就只能退回到他自己身上。可是我们看看现代人，看看我们自己，我们常常做了什么？我们不但全收了，我们还常常帮别人找借口。你有没有遇过一种人，或者你自己就是这种人，在公司里，同事塞给他不是分内的工作，他心想没关系啦，人家也不容易，我就吃点亏，帮忙好了。在家族里面，亲戚把家里清出来的旧电器、穿不下的旧衣服往他家里塞，他明明不喜欢，却笑着说：好啦好啦，谢谢，我不介意。结果呢，你以为这是善良，你以为这是佛法说的结善缘。我今天要说一句很重的话，请你们一定要听进去。没有界限的善良，在佛法里不叫慈悲，那叫做愚痴。一个不敢拒绝别人的人，本质上就是一个对自己的人生、对自己的运势没有主权的人。当你不敢说不，你的好运就会被别人随便安排。还有另一种情况，最容易发生在人生低谷的时候。当你最近工作不顺，感情触礁，你的气场是很弱的，这时候你的判断力会下降，但你的自尊心反而会变强。你会很怕别人觉得你不行了，这时候别人只要随便丢个绳子过来，送个小礼物，给你一点小恩小惠，你就会紧紧抓住，全盘接收。记住，人在低谷期最不适合随便接纳新的关系与馈赠，因为你当下的能量根本没有办法去消化这些外来的因缘，你接的越多，只是把你压得越喘不过气。很多时候你走不出低谷，不是你能力不够，是你替别人扛了太多你不该扛的东西。所以为什么有些人怎么被借都借不走运势？因为他们内在有强大的秩序，他们很清楚什么是我的，什么不是我的，什么我该接，什么我坚决不碰。他们收礼的时候不卑不亢，心里不觉得欠人家，能量自然就能守得住。把问题看透了，我们总得有解决的方法。很多人卡在这里，道理都听懂了，可是明天一到办公室，同事硬要把东西放在你桌上，过年回老家，长辈又要把一堆旧东西塞进你的后车厢，你心里一慌，又通通收下来了。不要怕，我今天给你们准备了3个看完影片立刻就能做的微小行动，步骤很简单，完全不会伤和气。第一个行动，练习一句不攀援的终极话术。下次如果有人硬要送你那些你不需要或者让你觉得有负担的东西，你不要慌，也不要编理由，你只要温和面带微笑地对着他说出这句话：你的心意我非常感恩，但这个东西我真的用不上。
大家注意重点了没有？重点在于我用不上。很多人拒绝失败，是因为说了太多的废话。你说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，对方就会说，哎呀，不会啦，你值得。你说我家没地方放，对方就会说，这个很小，不占空间啦。你只要给出理由，对方就会帮你解决理由，这是人性的惯性。但是当你说明我用不上的时候，这是一个最高级的拒绝，因为这句话没有评价对方的东西好不好，没有否定他的心意，也没有给自己找借口，你只是如实地表达了你当下的状态。记住一句话，真正尊重你的人不会逼你收下你不需要的东西。如果对方因为你不收而翻脸，那你更要明白，他本来就不是在送礼，他只是想控制你。第二个行动，断舍离的空间结界法。你可能会问，老师，那我之前不懂，已经收了一大堆在家里了，怎么办？别紧张，佛法讲因果，也讲转念。既然运势是被占用的，那我们慢慢把它收回就好。收回运势有一个大原则，不能急，不能硬来。请你跟着我做2个小动作。第一步，今天回家，把家里那些你看到心里就有疙瘩的物件，先从常用的地方移走，不要摆在显眼处，先收进柜子里。在风水与能量上，眼不见，气就松了，那条牵扯的业力线就会开始变弱。第二步，在心里帮这些物品卸妆。从今天起，不要再去想这是谁送的，这代表什么人情。你心里只要非常明确地告诉自己，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物品，不是我欠下的债。你不给它意义，它就无法绑架你的运势。第3个行动，睡前3分钟的观心收摄，这是最重要的一步。很多人发现自己运气变差了，第一时间就是去外面拜拜，去求神问卜，去买开运商品，急着想要补运。各位朋友，方向错了，你要补的从来不是运，你要补的是你自己。从今天开始，每天晚上睡前给自己3分钟的时间，坐在床边，闭上眼睛，深呼吸，在心里对自己说，今天辛苦了，我现在把放在别人身上的心神，把那些不属于我的担忧全部收回来，我安住在我的本心。然后好好睡觉，明天好好吃饭，把该做的工作做好。当你把生活过得有规律，不拖延，不委屈自己，当你不再习惯性的牺牲自己去讨好别人，当你把自己的身心照顾好，你会发现一件很神奇的事情，那些原本卡着你的事会自己慢慢松动，那些总是消耗你的人会自然而然地远离你。这不是什么神秘的法术，这是宇宙间最公平的因果法则。因为运气本来就永远站在内在有秩序的人那一边。各位朋友，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慢慢的走到尾声了。如果你一路听到了这里，没有快转，也没有离开，我想你心里其实已经非常明白了。所谓的被借运，从来都不是一件突然发生的事，而是一连串你觉得没关系，我不介意的选择，慢慢积累出来的结果。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，其实这整件事真正的核心根本不在礼物，而在你的人生位置。在因果的法则里，当你站得低，什么东西都能压着你；当你站得正，什么人都借不走你的运。很多人一生总觉得自己运气不好，老是被别人消耗，被烂人烂事缠身。其实，这往往不是因为他们倒霉，而是因为他们太久没有把自己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了。你仔细想想看，你是不是经常先顾别人的感受？是不是经常怕别人不高兴？是不是总是替别人着想，最后才想到自己？久而久之，你的人生就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，你负责承接，别人负责往前走。佛法说，这不是命，这只是你的习气，是你的习惯。而好运最怕的就是这种自我委屈的习惯。
所以，我用一句话帮你们把整件事彻底讲透。所谓借运，不是别人刻意来抢你的，而是你的人生长期处在一种允许被使用的状态。别人送来的礼物，丢来的情绪，只是一个让你流失能量的入口而已。但是，只要你愿意转念，一切都来得及。从今天开始，当你愿意为自己勇敢地站出来一次，当你开始允许别人可以对你不高兴，当你决定不再用牺牲自己去换取虚假的人际关系，你会发现一件非常神奇的事，那些原本死死黏着你、消耗你的人会自己慢慢散开，那些原本卡着你过不去的事情会自己悄悄松动。这不是玄学，这是因果。因为你的气场变了，你内在的秩序建立起来了。真正的好运不是你每天防备的有多严密，而是你终于肯为自己负起全责。你不再什么都接，不再什么都扛，不再什么都不好意思。就在你学会温柔拒绝的那一刻起，你的福报跟好运就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。相逢即是有缘。如果你今天在这支影片里感受到了一点点力量，或者解开了心里长久以来的一个结，我邀请你现在就在下方的留言区写下一句善言，或者为你自己、为你爱的人留下简单的祈福。比如你可以写下愿我从今往后守住本心，福慧双修，或者是简单的一句平安喜乐，好运回流。我们把大家的善念聚集在这里，形成一个强大清净的正向磁场，让每一位点进来这个影片的朋友都能沾染这份法喜，带走这份好运。在我们互相道别之前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启发，欢迎你轻轻点击订阅按钮，并把这支影片分享给身边你在乎、关心的人，让更多人能找回自己平静的力量。你的每一个支持与关注，都是我们继续传递正念、分享智慧的强大动力。感恩大家的陪伴，祝福你们把心安住，把运收回。我们下次见。